麦当劳这个风靡全球的快餐界扛把子，它最初的创始人是一对兄弟，麦当劳也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。但在麦当劳的官网上，创始人是一名叫雷克拉克的企业家。因为麦当劳兄弟目光短浅，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个新概念快餐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，而雷拥有敏锐的商业嗅觉，获取了麦当劳的独家代理权。他瞒着老婆把房子抵押贷款，他的第一家带有金拱门标志的麦当劳开业了，生意很不错，顾客络绎不绝。但想要回本还需要很长时间，更不要说短时间有足够的资金开更多的分店。于是他找到一些富人，好说歹说让他们来加盟。这对于富人来说就是小钱，玩一玩倒也无妨。很快，几个富人的加盟店就拔地而起。前面一段时间经营的还不错，但富人们只是当作在玩游戏，玩腻了就不再用心管理，全权交给员工去打理店铺。没多久，菜品的质量就变得越来越低，肉饼煎得咬都咬不动。这样下去，麦当劳的名声都要被搞臭了。雷找到加盟商，但他们对此不屑一顾，因为他们的产业太多了。愤怒的雷当即斩断了和富人的合作，可这也让他没有了加盟商。麦当劳推向全国的梦想暂时搁浅，但不久后，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发现真正适合的加盟者不应该是富人，而是那些生活在中低层的平民，因为他们会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去奋力拼搏。他的第一个人选是一个犹太人。当餐厅开业之后，犹太人每天都勤勤恳恳管理厨房，而他的妻子在外面给顾客发糖。这样的举动被雷看在眼里，他们把这当成了一生的事业，这才是他想要的麦当劳。从这之后，他到处寻找那些迫切想要赚钱又愿意吃苦的社会底层人群，他不收他们的加盟费，只收取餐厅的利润分成。不久，加盟者络绎不绝，一间又一间的分店拔地而起，麦当劳扩张的速度变得疯狂，雷也成为了让人瞩目的大老板。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顺风顺水，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不对，由于不收加盟费，分店越来越多，资金压力反而越来越大，他的收益大部分要用来还贷款，而且还要给麦当劳兄弟分成。眼看资金链快要断掉，雷联系了麦当劳兄弟，希望他们能少分一点钱走，这样他才能维持麦当劳的扩张。但麦当劳兄弟果断拒绝了，他们觉得开的分店已经够多了，完全没有必要继续扩张，所以钱该分多少还是得分多少。雷现在是敢怒不敢言，他很绝望，只能把希望寄托给银行，希望能再贷出一笔款，还举例说明他们的分店现在生意有多好多好。但因为雷并不是加盟店的商业资产，银行没有实物抵押，所以没有办法转成商业贷款，银行的路也走不通。雷现在是彻底走投无路，但改变他命运的人出现了。一旁的财务顾问哈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他追上雷介绍自己，说可以帮他解决资金问题。雷半信半疑，两人回到公司办公室，当哈里看完账本，他眉头皱紧，叹气连连。原来麦当劳的每一个加盟商入驻，雷不但不收取加盟费，还要培训员工，提供设备。然而店铺开起来之后的利润仅有 1.4%， 长远看来绝对可以盈利，但短期的资金压力一般人可承受不了。哈里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建议，麦当劳不应该只是卖汉堡，而是应该做房地产。运营方式很简单，先是向银行贷款购买商业地产，掌握土地的所有权，然后再高价租给麦当劳的加盟商。这样的话，前期就有了稳定的收入，不需要通过卖汉堡就可以回笼资金，而且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利用资本进行扩张。等一块地皮上的麦当劳开业，通过高流水的客源，可以继续向银行贷款购买下一块地，贷款越多，以后贷款的难度也就越小，因为欠银行1个亿，银行是爷，但欠银行100个亿，银行就是孙子。说干就干，这个方法还挺好用，很快他们就用这种方法购买了好几块地。在扩张的途中，雷得知有一种奶昔粉可以代替手工奶昔，只要用水一冲就可以售卖，这让他一年可以省几百万美金。资本、土地和麦当劳快餐的成本结合，雷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张。尽管麦当劳兄弟极力反对使用奶昔粉，但他们已经无法束缚雷，因为雷创办的是一个独立的地产公司，而且没多久，雷就把麦当劳兄弟总店的地皮买下，他们彻底被架空。麦当劳兄弟本打算起诉雷，但雷现在拥有雄厚的资本，他们根本熬不过。在资本的操作下，雷仅仅花了270万美金就买下了麦当劳的所有权。麦当劳兄弟沦为他的打工者，可以说是这两兄弟目光短浅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发明的极大潜力，因此半道被机智的商人成功截胡。也可以说他们是为了守护匠人精神，不愿意让自己的产品有一点瑕疵。而雷克拉克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商人，他可以很大把麦当劳兄弟踢出局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作为商人，他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手段。麦当劳发展成全球最成功的快餐企业之一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是猛虎，别忘了关注哦。